还在对着复杂的属性克制表头秃吗？无论你是刚入坑的萌新，还是玩了很久依然凭感觉出招的训练家，这期视频就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。特别提醒一下，为了帮大家过目不忘，接下来的故事全是我编的离谱小故事，纯属虚构，只为好记，大家千万别当真，带入现实哦。首先登场的是路人甲小帅，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普普通通，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所以幽灵吓不到他，他也打不到幽灵。这天他心情不好，对着路边的门就是一拳，结果手骨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门是岩石和钢铁做的，普通人去打铁，那是给自己找不痛快。接着来的是练习时长2年半的格斗家小 A， 这哥们专治花里胡哨，刚才那个岩石门、钢铁门、冰块，还有那个小帅，甚至路边那个的小偷，全被他一拳干碎。但他也是唯物主义者，打空气打了个寂寞。不过这猛男也有软肋，看见毒气嫌脏，手短打不到天上的鸟，看见虫子会尖叫，被超能力控制会脑干缺失，看见妖精美女直接走不动道。天上的小鸟乐了，它仗着有翅膀，专门调戏地上的格斗家，饿了就吃地上的虫子和草。但小鸟飞太嗨，一头撞上了岩石和钢铁做的电线杆，当场脑震荡。最惨的是这天打雷，电光一闪，小鸟直接落地成盒，变成了奥尔良烤翅。这时候一个阴险的毒系忍者登场，他的目标很明确，专门暗杀妖精，顺便当个除草剂。这哥们想搞破坏，去毒那根钢铁柱子，结果钢板根本不中毒。他又去毒岩石、地面、幽灵，甚至毒自己的同行，发现全是无用功。最后他急了，朝超能大师扔了飞镖，注意，这下是扎进去了，但却把大师惹毛了。大师一个念力反杀，忍者当场暴毙，尸体还没凉，又碰上地震，直接被地面埋了。刚才那道劈死鸟的闪电，最后劈在了地面上。大地之母表示就这完全没感觉，但被吵醒的大地有起床气，反手就是一个地震。这一震把岩石震碎，钢铁震塌，毒忍者震埋，火炉震翻，顺便把旁边的发电机都给震爆炸了。但这地震再强也震不到天上的鸟，对草地和虫子也像按摩一样。地震滚下来一块巨型岩石，这玩意儿就是重武器，砸火、砸冰、砸鸟、砸虫子，一砸一个不吱声。但这石头也就是欺负脆皮，要是砸在格斗家肌肉上，砸在地面上，或者砸在钢铁上，反而是石头自己碎了。那只被砸的虫子生命力那是相当顽强，它虽然是个战五渣，打不动格斗飞、幽火、钢、妖、毒、妖精，但它长得恶心啊，这便是精神攻击。智商超高的超能力大师被他吓得没法思考，那个恶系坏蛋被他吓得哇哇叫，顺便他还能吃草。此时一只幽灵飘过，物理攻击对他无效。他最喜欢搞恶作剧吓唬超能力大师，遇到同行也是互殴。但他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碰上了那个恶系小偷。正所谓恶人一身胆，坏人抓起鬼就是一顿暴揍，鬼都被打哭了。那根被地震震歪的钢铁柱子简直是防御界的叹息之墙，他免疫毒，抗这抗那抗一堆，倒下来的时候还是重磅炸弹，砸伤妖精，砸碎冰块，砸裂岩石。但他毕竟是铁，怕火炼，怕地震，怕格斗家手撕钢铁，而且拿它去砸水和电也没啥用。刚才地震打翻炉子，终于起火了，这火一烧起来，草没了虫死光，钢铁变红，冰块化水。但这火脾气虽大，遇到水就灭，遇到地面就被盖，烧岩石没反应，烧龙更是被无视，还得是消防员带着水枪救场，一滋过去，火灭了，顺便冲垮了地面和岩石。但这水流也是欺软怕硬，打在草上被吸收，打在龙身上被弹开，打在水里更是白给。这水流到草地上，反而成了自助餐，草吸了水疯长，根系扎穿地面，钻破岩石。但草系的弱点多得像筛子，怕火烧，怕鸟啄，怕毒药，怕虫咬，怕冰冻，实惨。雷雨还在下，电光一闪，水里通电，鱼虾死绝，天上的鸟直接坠机。但这电劈在地面上是零伤害，劈在草龙身上也就是个静电水平。再说回那个超能力大师，高智商就是屌，控死四肢发达的格斗家，秒杀完毒的。但他是个典型的脆皮法师，怕虫子，怕鬼，最怕那个恶系小偷，因为他的精神控制对坏人完全无效，反而被坏人一闷棍敲晕。画面一转，虽然冰块脆得要死，
但他是著名的屠龙勇士，他是龙系的亲爹，顺便还能冻死草、鸟和地面。不过你要是拿冰块去砸火、水、钢，那就是肉包子打狗。最终 BOSS 龙登场了，皮糙肉厚，什么火水电草打在他身上都像挠痒痒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打败龙的，除了刚才那个怕冷的冰，通常只有另一条龙。龙吸喷水秒谁，唯独喷不动钢铁，喷妖精更是像喷空气一样。那个恶系小偷是真的狂，内心黑暗，免疫超能力，抓鬼跟抓娃娃一样。但他这种坏人最怕3种东西：正义的格斗家、恶心的虫子，还有代表月亮消灭你的妖精。最后是版本之子妖精。刚才那条不可一世的龙对着妖精咆哮，结果发现无效，完全无效。美女反手一个魔法就把龙秒了，顺便制裁了格斗家和恶系小偷。但正如开头所说，妖精虽然强，如果被毒忍者偷袭，或者一头撞在钢铁大门上，也会瞬间扑街。看明白了吗？从路人甲到屠龙的妖精，这世界就是个巨大的石头剪刀布。如果你笑出来了，恭喜你，这18种属性你已经记住了。要是还没记住，那就拉回去再看一遍小 A 挨揍的样子吧。